这些物件能换多少几口小汽车啊？我说您先想想咱怎么出去行吗？千万不能动！怎么着？还有机关呢？动了，大家有可能都得死。胖子，你忘了咱们是为什么来的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咱们是来找龙骨天书的。光让开不让动。这里面怎么没有龙骨天书啊？对呀，怎么找不着龙骨天书啊？甭找了，肯定不在里面。这墓室的结构和奇门遁甲是一样的，八面墙刚好对应修生上度景死经开八门。还要解开这八门的机关，才能找到龙骨天书啊！什么？哎，有机会了，8个了！啊，这八门我了解点啊，就是生门和死门嘛，是吧？找到生门，咱们不就能出去了吗？没那么容易，粗通奇门遁甲的人都以为找到生门就没问题了，咱那样就一定会中他的计。中计？从咱们一路来所遇到的机关分析，墓主虽然不会直接让咱们死，但也绝不会轻易给我们一条生路。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嘛？按照九宫八门的含义，我们应该找到与这八门相对应的名器，就能解开机关。这八门之说我也略知一二，开修生为3吉门，死经伤为3凶门，杜门和景门为中品。可是如何才能跟这些名器对上啊？这八门之说，其实是从九宫之术之说而来，存在着相对应的关系。那如何对呀？九宫是九书之说所指的9个方位，将奇门遁甲中的八门放于九宫之中。修门坎1宫，死门坤2宫，伤门震3宫，杜门巽4宫。50中宫居中，开门前6宫，经门对7宫，生门艮8宫，景门离9宫。正是这9宫八门。可是这上面也没有明确的说明哪门生哪门死，我们怎么能知道9宫和八门的位置啊？这个简单，有个口诀叫做24为经，68为足，左3右7带9里，5居中央。什么东西？ number 什么意思啊？数字。数字我也听不懂啊。老胡，你能不能把知识储备降低一点？你说点我们能听懂的。这么说吧，墓室里面的棺椁头都是对着门。所谓带9履1，说的就是头是9，而脚是1。头9对应的位置是离，脚1对应的就是坎。头的两侧是肩，而脚的上方是腿，所以离的两侧是巽和坤，而坎的左右则是艮和乾。所谓左3右7，说的就是左为3震，右为7震，也就是我们要找的9宫八门。修门坎1宫。
侯爷，您不是说坎是水吗？这铜像跟水也沾不上边儿啊。坎为水只是表象，坎在卦意里是众贤之中坚守正道，保持信念。这尊菩萨身披璎珞，头戴毗卢冠，是地藏菩萨。寻宝探险靠一双好眼，闯荡商业江湖靠天眼查 APP。查公司、开公司，胡八一推荐您用天眼查，用天眼查放心。书上说，地藏菩萨几度从地狱中救起受苦的母亲，而且发愿地狱为空，永不成佛的誓言，与这里的意象正好吻合。啊，舍己为人，大慈悲，就得没错了。要这么说，倒也有几分道理啊。怎么了？我觉得这机关太容易了，会不会是我想多了？生死各半，本来就是50%和50%。我把我的50也给你。
是看不出来啊，我。看清楚了，我都看过了，就这个最像山了。是把它转一下。等等，珊瑚生于水，与艮为山的含义正好相反。对啊，举胜于石，不动如山。是这玉狗，不是珊瑚。啊！老胡！哎，老胡！开我，你能活来！别他妈废话！绳子快断了！不行，绳子撑不了太久。放开手，他们能拉你上来。先挡挡墙壁再说。胖子，稳住了！稳住了！胖爷，他要动了！上去的。胖子，你和大金亚先去破机关，老胡交给我。好，老胡，你坚持住啊！老胡，你知道攀岩吗？谁？攀岩是谁啊？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教你徒手攀岩的技巧，你自己爬上来。爬？这个洞跟个金鱼缸一样，咋个爬嘛？不爬，就只能选择掉下去。身体自然放松，注意身体和岩壁的距离，两腿外旋贴近岩壁，用脚在中点维持重心，千万不要只是手臂用力，不然你们会撑不了多久的。我去找一条好爬的路给你们，你们坚持一下。老胡，我找到路了，直接往上爬没有路，你要从生门的下面往左爬到胸门的下面。你指示吧。你左边有一块凸起的岩石，用它做你的下一个落脚点。用你的右脚绕到左脚的后面，这样方便发力，重心太高容易掉下去。用眼睛看好你的落脚点，用脚尖去踩稳踩实，千万不要用脚掌，一定要用好腿部的力量。
杜门是个木质屏风，是吗？是木质的吗？对，这四大木质没错，屏风，对吗，虎爷？迅雷木为风，就是他。那好，我动了啊！老金，停了，赶紧奔过去！掉！胖子，立功属火，找找有没有跟火有关的。好，警门交给杨参谋长了，我和金爷搞定死门。要动了，赶紧找啊！你专心一点，重心太高了，右腿膝盖往里折，类似于单膝跪地的动作，贴紧墙壁。不用管我，快去接警门。好。这有一个烛台，上面有朱雀。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一个红色的龙门旗盒，还有青铜剑。那就是朱雀。金爷，看好哪个了吗？啊，炎药是止阳，坤就是止阴啊。您看这块血玉，它非得是至阴女体死后腐烂了之后腐血进入玉体之后才能形成。我觉得这特别像。我说他，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您看那个，这坤它象征女的呀啊，这黄玉女神啊，这本身就是一女的。那行，这也像。行，我上来。别介啊，老板，我是觉得这个更靠谱，您帮我参谋参谋。就转他了，转他。别动啊！金爷呀，火烧眉毛了，你给个准信行不行啊？这俩我拿不准，要不俩一块拧？能吗？不行。哎，没路了，怎么走啊？等等，我查查。等等，我要是跳到那块石头上，是不是能上到前六宫？不行，太远了。那你要是踩上了，是不是就能过去了？他没有经过专业的体能训练，撑不住你。再这么耗下去，我们俩都得死。来呀！慢点点，坚持住。看来我是要找那帮弟兄去了。马大胆，坚持住，双腿交叉，互换脚点，转身下蹲，重心向后，利用岩壁突出的部分接力。你这样坚持10分钟没有问题。就一直喘着来。关婷儿，你滚蛋啊！对了，就是他，就他了。好，不是那个金爷，来你拖一下我上去。我拖不住你。那小心，我拖你上，赶紧。老金，这边靠你了，我去搞定下一个。
星属金，不是水，那是哪个？对为早为上虞，是金。这有个金铜像，是这个吧？哎，别乱动啊！是杨平，是这个杨平。杨跟金有什么关系啊？赶紧动弹，相信我。就是他了。救我一下，拖我一把呀！没事吧？老金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放心，都好。也不完全都是运气。古人一直认为羊是外柔内刚的动物。这《诗经》少南有云：“文王之政，廉之，德如羔羊。”所以我才选了阳平。求谁保佑啊！里面是什么？乌龟盖盖，龙虎天书。哎，龟壳，老胡，龙虎天书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咱既然来都来了，要不然咱把那棺材打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没有，好不好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关中的前辈一定是个高人，不但没有把龙虎天书据为己有，当做陪葬品放在棺材里，而且所有的机关都给咱留了后手，一路指引咱们拿到龙虎天书，咱就别太不懂事了。再打扰他老人家干什么？那这高人是谁呀？是谁那不重要，要心怀敬意，明白吧？也成，反正你甭管这棺材里有什么，他都不如咱的龙虎天书好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？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！举个破亿，撒个娃娃，你的理想就能实现了。这东西只对我们有用，
对别人来说一文不值。那我是害的了，你们才是害的！老天有眼，把这个最值钱的东西落到我的手里，导致底下财物都死了，我的！你干嘛？哎！快你个说话，你干啥？啊！去过一，去过一，站着！站住！站着！站住！侯爷，为什么蜘蛛只攻击李春来，不攻击咱们呀？应该是龙骨天书的原因。这上面有奇怪的味道，肯定是被涂了迷料。蜘蛛都是近视眼，并且没有耳朵，肯定是这种气味作用到了神经，才让它预感到前方有危险而不敢上前。那这李春来怎么死了呢？是这盒子，这盒子应该被特殊处理过，可以隔绝龙骨天书的气味。李春来如果不贪的话，只拿龙骨天书不拿盒子，蜘蛛就不会攻击他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都是潜意呀。侯爷，杨小姐，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局设计的就是在挑选符合条件的人，把这龙骨天书带出去啊？这木尘珠如果祸害千年，祖师爷必然不希望他的下落成为永远的秘密。让我说呀，咱就别老琢磨祖师爷怎么想的了，咱们想想咱们怎么出去吧。现在咱们还是迷窟里迷着呢。是啊，就算这蜘蛛不攻击咱们了，可还有蝙蝠呢。咱就算再走个蝙蝠，那现在出口在哪儿咱也没找着啊。我看呀，他们是想把咱们留在这里来。有声音。哟，胡部子，荷叶您在这儿逍遥呢？跟着他，动物对流动空气特别敏感，跟着他应该能找到出口。对，荷叶，你要真把我带出去，我后半辈子绝不吃鹅肉了。您就是我祖宗，我祖宗。
老四，谁来？581同志，这儿你们都能找来？多亏那位陈老爷子，如果没有他带路，我们还真找不到人。陈老爷子已经把你们的情况都说清楚，我们也通知了文物局和考古队，之后的事情他们会来处理。谢谢你们。不谢不谢，配合你们工作是应该的。走。贼在你手里，俺认来。别走，走。不过，这棺材里到底是谁啊？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不白来一趟吗？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找龙虎天书，是谁已经都不重要了。能够跨越千年，得到前人的指点，我们就算没白来，理应谢谢人家。侯爷，咱们离开这块儿吧。老爷子，添麻烦了。这就叫缘分呐！哎，你小子啊，我总觉得咱爷俩哪股劲儿，他怎那么有点像呢？啊！谢谢你啊，大爷，你跟警察说的还挺明白的。我老头子也不能白拿你小子一张大团结呀！啊！回去吧，这龟甲上的玄机，咱们还得等孙教授给咱们解释呢。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是滇，云南的简称。这个字啊是献，贡献的献。但是你们看啊，这两个字在这龟甲上的位置毫不相连，很难找出二者的关系。我还得再查一些资料才行。您这不等于没说吗？合着不能因为您一颠字，我们再把云南翻个底儿掉是吧？老胡，你这面不吃都坨了，要不？哎，陈教授，既然这个“滇”和“县”俩字儿已经都确定了，那这俩字儿背后的意思，您应该也知道吧？这个“滇”字，具体的讲，是指古滇国。寻宝探险靠一双好眼，闯荡商业江湖靠天眼查 APP。茶公司开公司，胡八一推荐您用天眼查，用天眼查放心。古滇国是在滇池附近吧？木尘珠这件神器啊，对古代君主有着非凡的意义，它象征着权力和兴盛。所以寻找木尘珠，你就要先知道它在历史上的价值，你这样才能够推断出它可能的去向。那您就赶紧告诉我那珠子在哪儿吧，急死我啊！哎，小伙子，我看你对古滇国有兴趣，那你阐述一下。那学生可就在孙教授面前班门弄斧了啊！要说起这古滇国啊，哎，那真是一个神秘的王国，史学界称其为迷失的国度。早在殷商时期，它就已经存在了。
灭亡应该是在西汉的时代，对吧？据说在他的亡国中期，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内乱，国中一部分人因此离开，进入崇山峻岭之中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自此之后呢，这些人就从历史长河中慢慢的消失了。后世之人对他们全部了解，也仅仅是出自一本叫《拓乎引》拓乎引义考》。因为这部古书，对不对，孙教授？不错。哎呀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你说说他们的领袖。这个学生可就孤陋寡闻了。还请孙教授您提示。大概在商朝晚期，这古滇国有一部分人信奉巫神邪术，这些推崇邪神的人，为了避乱，就离开了滇国，迁移到澜沧江畔的深山里生活。这些人的领袖自称为献王。那这上面的“献”字就是指献吗？这么说，我们要找的是献王。这献王墓啊，就是个传说。像这种草头天子，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数不胜数啊。这史书上对这位献王的记载都只言片语，就更甭说找他的墓穴了。孙教授，如果您要是解释不清，我们就直接去云南，哪怕用分金定穴，也得把它找出来。分金定穴只能在一马平川、没有地脉起伏的地方才起作用。云贵高原地势复杂，而且山川河流众多，气候波诡云谲。要想找到献王墓，如果没有明确的提示，恐怕比登天还难。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我现在只辨识出2个字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情况啊，我还不能确认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等我遍寻古书、钻研考证之后。遍寻古书，钻研考证，然后又能多骗几天闲饭吃喽。哎呀，现在这教授头衔真是便宜呀，骗吃骗喝，还骗公费旅游，骗了一趟陕西，这不又要骗一趟云南。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为何出言不逊呢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不知者不为过，不知又冒之，误人子弟，岂不是招摇撞骗，骗吃骗喝？古文字研究博大精深，岂能随意论断？不是我夸口，我孙某人在识别古文字方面，当世还无人能出我其右。当时无出其右，那是因为你比别人活得长，把有些能人都熬死了。那请问您高寿啊？那个我觉得啊，2位呢都是老前辈、老先生。谁跟他一样？老小孩，你说谁呢？
当然。看归看，别动手。把手拿开。这是献王墓的地图。我知道会有人不信，可这的确是千真万确，是我当年在云南李家山滇王墓找到。证据。你要什么证据？老夫的这对招子就是证据。想当年，我带着兄弟众人到滇王墓取得这张图，出来之后，突然发现四周升起一股白雾。我仗着年轻时学过几年轻功，屏出去跑了回来。可我这对招子却被毒瘴所毁，幸好遇到等待的白族兄弟，当机立断，活生生的把我这2只眼球抠了出来，才没使这毒气进入心脉，老夫这才得以存活。证据？你还要什么证据？那你们接着讨论啊，我得去查一些资料。孩子啊，这献王墓要比这滇王墓更加凶险。从这图上记载，这重拱中间有一股红色的瘴气，终年不散，重者即亡，人莫能进。想必是要比那白色的瘴气更加厉害万分。此番如若前往，必定万事小心。好的。可是这个地图，老爷子，这张地图是您毕生的心血，
我们不能夺人之美。风烛残年，目不能视，这身外之物还留他何用？况且孩子又是鹧鸪哨的后辈儿孙，要什么，老夫不该倾囊相授。只是老夫有一件不情之请。您说，别说一件，10件100件，我们也照办。老夫这把年纪，能让你一个小姑娘做什么10件100件的事？我只要你在解除红斑之后，带我去鹧鸪哨的墓前看一看，也算是了却我残生心愿。没问题，到时候我把您接去美国定居，您以后的生活就由我来照顾。孩子，你的心意老夫心领，可是我这摸骨断相的算命生活也算是乐在其中。往年如能纵情于山水，云游四海，岂不快活美哉？老爷子，此行多谢您的辅助，能认识您这样的传奇人物，胡某真是3生有幸。老夫怎担得起传奇2字啊？想起当年那些愤事，当真是烦恼不寻人，人自寻烦恼啊！老夫已是退出这历史的剧目，这过去的事情，就当是一本令人回味的书吧。年轻人，后会有期。老板，来碗馄饨。哎，2碗。好嘞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就许你吃馄饨啊？哦。这什么呀？你的酬劳。我不要。你不要，人家不需要啊。你那点钱都贴补你的战友了，你就收下吧。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死胖子！来馄饨。老板，我们就点了2碗馄饨，没点这些。胡连长，胡连长，我早就认出您了。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，但我不傻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是你一直在照顾我们娘儿俩。我没什么能感谢你的。这香肠是我自己从老家带过来的，您尝尝。大姐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要怪，就怪我没能把大刘带回来。胡连长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再说，都过去了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快尝尝，这香肠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这个钱您拿着，给孩子买点东西。胡连长，这钱我不能收。正好你今天过来了，我还想告诉你，以后别再给我们娘俩送钱了。你的心意，大姐心领了。大姐，您就收下吧，不然她也不会心安的。谢谢。叔叔，你就是爸爸心中说的连长叔叔吗？
爸爸说你是好人。叔叔，你吃，这是爸爸最爱吃的馄饨。我说你别没事儿给我搞突然袭击好不好？我这本来想踏实吃碗馄饨的，你这突然一出现，差没把我心脏病给吓出来。是马不停蹄地开始为去往云南做准备。您瞧人家这姑娘了吗？对古代文献如数家珍，和胡八一这一配合是如虎添翼呀。您再瞧这位爷，甭看他拿着个放大镜，整得跟真事儿似的，其实压根儿四六不懂。您看，整个干活的还不是人家这二位，这位爷倒好，睡得跟黑塔似的。哎，甭管怎么着，这摸金校尉合则生，分则死。打这儿起啊，这仨人算是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正所谓摸金三人组，生死一传动，方才出龙窟，是再起入虫谷。真真正正的摸金铁三角，也就正式的形成了。哎呦！哎，腾个地儿。哦，咱们这几天这事儿说说。看见没有？蛇河澜沧江的一个支流，因为形状弯曲四十而得名。蛇河路过这座山3300多米，当地人称遮龙山。薛良，你那儿怎么样？
资料显示，折龙山里面没有大风天气，所以很难自然的让这些瘴气消失。我联系了美国那边，购买了一批军方专用的防毒面具，但是也不保证这些面具对这些特殊的毒气就有效了。就是有效也不见得能行。那地儿啊，蚊虫滋生，那附近的山里啊，全是那虫子，这虫子个儿还都特别大。哎，我看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，说当地人啊会下一种什么蛊啊，就是看谁不顺眼就拿虫子给人下毒，特别的邪门。那里地处非常的偏僻，当地汉化程度很低，所以我们这次要多加小心，避免和当地人发生正面冲突。弟弟，你那边呢？我这边就是按部就班呀，工兵铲、登山绳、手电筒都给你们备齐了，这杀虫剂也备了好几种，你们看着用呗。枪呢？枪？什么枪？五子泵、手枪什么的。手枪？嘿，我连红缨枪也没处给您淘换去啊，那都违法。不是，合着今夜您让我使一工兵铲跟人打去啊？啊？哎，你说这要再碰上一根大蜘蛛那么大个的玩意儿，谁打谁啊？这枪我可是真没辙。这上面说，王毅病于水龙晕中，尸解升仙，龙晕无形。若非天崩，殊难为外人所破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这献王的墓穴处于水龙晕的地势之中，如果不是天崩的话，任何人都进不去。天崩？天上崩石头啊？那不就是流星雨吗？流星雨，您说忒好了吧？啊，您想啊，天上要真崩一大堆石头下来，献王墓那么大地儿都给砸开了，咱往哪儿躲呀？听了半天，合没一个好消息。你们这聊天聊的，我听着直瘆得慌。总而言之，这次云南虫谷之行，只有一个字。什么字啊？死。这地图绘制于汉代，离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，我们估计很难用这张地图来进行参考了。老胡，用你的16字阴阳风水秘术给算算呗。就算把咱摸金的老祖宗请来，也是无从事儿。咱们千辛万苦的走到这儿，究竟能不能找到木尘珠，这一切都还不知道。这次来云南，我就是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组长，昨晚上孔雀带回来那3个外族人朝虫谷方向去了。